以后啊，真别说什么广东省的 GDP 全球第9，江苏的 GDP 呢又超了整个韩国这种新闻了。说句实话，意义呢真是不大。GDP 又不等于工资，你10个人有10块钱，人家2个人有8块钱，难道你说你10个人更有钱吗？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说一下中国在亚洲的工资排名，包括跟其他国家的对比。前段时间呢，中金出了一个14亿人的月薪调查，这里面也包括了未成年人啊。首先，月收入0到800块钱的大概有4.2亿人。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收入不到800块钱呢？后来我查了一下，我们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呢有2.53亿人，减去这部分人之后，大概还有1.7亿人的月收入呢是低于800块钱的。接着呢，我们再减掉16到20岁的7200万人，我们折中计算了一下，假设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在读书，没有上班，也就是大概还有1亿左右的人呢，月收入是不到800块钱的。那这些人群呢，一定是非常贫穷的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不应该把眼光只放在北上广深这些城市，眼光真的太小了。接下来呢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，月收入800到2000的人口总数在5.39亿。一开始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夸张啊，很惊讶，因为这代表除去20岁以下的人群之后，20岁以上的我们国内呢还有6.4亿左右的人月收入不到2000块钱，其中月收入不到800块钱的还有1亿人，月收入不到1000块钱的有1.24亿人，月收入不到1500块钱的有2.43亿人，月收入不到2000块钱有1.72亿人。那后来我又想了，有没有可能那些人是农民呢？于是我又查了一下，我们目前的农民总量在5.57亿人左右。这样一来啊，数字又符合了。顺便又查了一下2021年农村的居民收入，年收入在1.89万左右，那折算下来呢，每个月大概是1570块钱左右。那数据上呢就对得上了。除了那1个亿收入连800不到的贫困人群之外，剩下的大多数应该就是农村的居民了。难怪没有什么人种地，工资这么低怎么搞啊？再往上看，月收入2000到3000的人口总数呢，大概在2.07亿人左右。这部分呢，应该大部分是在非一线城市上班的，因为3000块钱都不到的收入，在北上广深生活真的是太累了。除非呢，你一直是在学习和进修，那就另外说了啊。但如果你是躺平的，那我建议呢，还是及早回老家吧，这样呢，太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和光阴了。也就是说，到目前为止，除了20岁以下的人群之外，我们全国呢有8.47亿人，他们的收入呢是不到3000块钱的，而且其中呢有一大部分人的平均收入只有1000多，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啊！我们的经济跟薪水都有很高的发展空间。接下来就是月收入3000到5000左右的，那这是一个可以过日子的收入了，但是居然只有1.56亿人，真的是太少了。这部分收入的人群呢，大部分都分布在全国的各地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月收入5000到1万的，只有6328万人，而月收入1万到2万的只有784万人。这两个数字啊，足足缩水了8倍之多。那最后呢，就是金字塔顶层的月收入2万以上的有70万人。那这部分人呢，我们直接给剔除掉，因为呢，没有什么参考意义。月收入2万以上，它可以是20万，也可以是200万，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那最后我给大家总结对比一下，2021年我们全国人均的年收入是35128块钱左右，那折算下来呢，每个月是2927块钱，3000块钱都不到。那顺便呢，我给大家对比一下亚洲的其他城市，我已经把它们全部换算成人民币了。日本的人均收入呢是8250块钱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24137块钱，香港的人均收入是18700块钱，韩国的人均收入是10545块钱，澳门的人均收入是17235块钱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眼光放在我国就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这个上面，这呢是没什么意义的。GDP 跟工资它不挂钩，因为事实上我们国内呢还有很多地方是非常贫穷的，我们的人均收入跟亚洲的其他邻居相差也非常大。我觉得用10万8000里来形容真的是不过分。过后的今天，在济宁国企上班的工资，你想看大美的大爷大叔们，他们也就是2500左右，跑大车的跑远途的一个月能挣1万左右，差不多吧。出租车司机一个月挣个7、8千块钱，加班加点的干，勤劳辛苦点，差不多能挣个12000块。超市的收银员3500到4500之间，
加油站的加油员、餐厅的服务员，3000到3500左右。坐办公室的看起来很轻松。你像公务员，也就一个月3500到4000左右。大部分的销售员、业务员，这个卖房子的、卖车的、卖保险的，很多都是没有底薪的。就算有底薪，也就给你个1、2千块钱，你连吃饭都不够。好的时候吧，一个月能挣个1、2万块钱，有时几个月不开张也是常有的事儿。特别是如今的当下，你像技术工，一般的还真干不了。想干装修的、铺木地板、地砖的、木工干钢筋的、干外墙皮的等等等等，一天干好了也得挣个大几百。但是不是天天都有活，挣的也都是辛苦钱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我是跑业务做销售的，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的工资，跑去一个月的花销根本落不下钱。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互联网，利用互联网翻身逆袭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辅导学员，挣点生活费。所以说在济宁，在你有车有房的基础上，还能有个30-50万的固定存款，那你真是。据了解，合肥大姐王秀芳的这家盒饭店开了9年了，利润不多，但也能略有小赚。特别是这些年，他们从未涨价，菜品的质量却始终如一。不仅有很多附近和远方的顾客前来打卡消费，还有很多网红、自媒体也前来探店。王秀芳本以为这是一件好事，没想到却给她带来了很多麻烦和困扰。一边是经营成本大幅上升，一边是剩菜剩饭越来越多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有些人为了占便宜，一次打好几个盒饭，吃不完就扔掉或者带走；有些人为了拍照，把盒饭里的菜都挑了出来，只留下一些米饭；还有些人为了吐槽，故意把盒饭弄得乱七八糟，还在网上发表负面评论。当我们看到王秀芳面对镜头平静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，她的内心作何感想？我想换位思考都能体会。这也让我们想到了之前的拉面哥糖水爷爷。9万人都说你卫生不干净，我上黄河也洗不清，我那洗里呀，插把刀呀，我也好苦闷。反正在那打不上工了，身体又不好，可能你捡个渣子，捡3天不够1天还不去，没办法了，我回老家。因为生意做得太良心，谢永安还曾数次登上热搜，网友也亲切地唤他糖水爷爷。虽说每天来找老人买糖水的人很多，但无限续杯跟对老人小孩免费，糖水爷爷一天也挣不下多少钱，毕竟食材都要拿钱买。再者，我们平时吃饭打包还需要另掏打包费，就算是一次性的也需要1块钱。但糖水爷爷这里的纸杯全部免费，而他的小摊上还放着开水，如果路人口渴了还能免费喝。为了避免路人扔垃圾影响环境，糖水爷爷甚至自己准备了垃圾桶供路人使用。可就是这样善良的人，却没能得到大众的理解。或许连糖水爷爷自己都没想到，自己会因为太良心而被质疑食材不卫生，就连他的家人都被造谣诋毁。虽说老人自己不看新闻，但自己的孙子却看到了网上不堪入目的言论，这对他跟他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我那是啥问题呢？我在那跟你说嘛，2个姑娘啊，天天在喝的，说了我照个相啊，他把上网来，说我做的卫生不干净。据了解，老人在30多年前就从河南老家来到武汉打工，一开始还曾卖过菜，后来才开始摆摊卖糖水。摆摊初期有顾客喝完又打1杯，于是老人直接写上了免费续杯的字样，糖水从1块钱涨到2块钱。老人用了10几年的时间，有人质疑老人卖的糖水这么便宜肯定量少，但糖水爷爷的用料比市面上很多都要强。这么多年来，也有人问过老人这能挣钱吗？老人总是笑眯眯地说道，不图赚钱，好喝就好。奈何世事无常，家人的生活能重归平静。糖水爷爷已经搬离了原住地，也不再接受记者